郎君，主母有请。大娘子，你可曾恨过这世道？说不曾是假的。我恨母亲不在身侧，恨命运弄人，恨医术有穷时。可若一味沉溺于恨，便如执刀自枪，伤己最深。你这孩子，打小就懂事，怎么偏偏长大后，却倔得不肯饶半分？就算你救了他，又可讨得一点好？学医是为了自渡，救的是眼前性命，渡的是心中执念，何谈讨好？我知你心纯如雪，可雪落深渊，终难久存。这世间暗流汹涌，人心如刀，你又能救他人到几时？此番之事，郎君就不必再掺和了。司君，常尉可以问。您是哪不舒服呀？腹痛2日，今日头晕乏力，约是逾期10日为止。那边请。3日后再来，届时拿着号牌寻医医诊。好，明白了，多谢。定是苏娘子想出的主意，既减少了窥探隐私的围观之风，也让医馆不至于混乱无序。这可都是那2个年轻人讨论出来的，我就是个边干边学的账房先生。苏姐姐谦虚了。如今殷娘子不在，司郎君担子可重了，这医馆上上下下可指望着您呢。又赞了，司某不敢鞠躬。好了，走了。好，谢谢。
周小娘在牢里招了吗？是孙嬷嬷指使的。此前尚书夫人屋中的香料亦是出自她手。看来周小娘是柳氏安排的妻子无疑。仁安堂的长侍，尚书府的二娘子。我这个继母还真是不拘之深呢。归云丹一事后，奴在暗中查探，发现柳氏这些年收拢了不少人心，在各个商行都暗植了不少耳目。看来这场棋局终于到了明处。之前我一直不知你二人父亲的事和护氏有关。其实我早就知道沈渊在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，但我从未想过从前的自己可以做些什么。一个人若不知棋，便只能沦为他人手中的棋子。彼时我还陷在名声和体面的牢笼里。我听到沈渊和总管的谈话，那份护氏暗约，无论如何都得给我找到。要是被人发现我私吞水银给苏尔曼特权，私相授受，那我们整个神府就全完了。老西董，老西董，我这就命人去追查暗约的下落。他们上交户部的那份护氏契只是障眼法，实则还有另一份暗约，其中包括为苏尔曼减免关税，并且指定某家商号独家承运，还剥夺了长安世伯的议价权，擅自定价，抽取其中的利润。暗约，殷家的确有漕运的生意啊。萧兰娟，有漕运生意的不只是殷家。好了，我就是这么一说而已。这么看来，这份暗约一旦公之于世，沈渊、苏尔曼，还有那个一直躲在暗处的人，都会难逃罪责。但这份暗约却被总管弄丢了。沈渊、苏尔曼，你们阿叶，原来冥冥之中，命运早就把我们绑在了一起。一个是那沈渊的夫人，另一个主母绝对想不到，竟然是那明月楼里出了名的继子。今儿个直接把两人领到府里来了，还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！府里好像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，这殷娘子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事关他们知道的太多了。这几日胸口闷得厉害，吃不下饭，连喝口粥治肚子都觉得胀。啊，我还头晕。我家夫君说我过于劳累，可连着歇了几日也不见好啊。请娘子张口，让我瞧瞧舌苔。啊，可有胀痛？按下去时是刺痛还是隐痛？那倒也没有。我觉得，或许是气血亏虚的厉害。前几日确实如娘子所说，气血亏虚的厉害。不过现在已经大好了。神了！他连这个都能看得出来。有没有可能前几日就是他去萧府救的你？甘拜下风。啊，不敢不敢。况且家父本就有愧于娘子。苏姐姐，你还别说，咱们医馆的医者都神神叨叨的，怪好玩的。
倒也不必行此大礼。往事如烟，何须挂怀？不知令尊现况如何？哦，他还在新赵府关着呢，也算咎由自取。你还挺不容易的。你自幼，阿娘便教导你要端方自持，守礼明义，却没曾想委屈了你。都过去了，这世间风雨，岂是一个女子能独自担得了的？这和离之事，当真无悔。女儿不悔。退无可退，便无需再退。继续苟且于沈园身侧，不过是自欺欺人。往后，我宁可直面风雨，也不愿闭眼忍辱。阿娘确实许久也未见你眼里这般有光了，仿佛又回到了你幼时执意要读书写字、学算盘珠的时候，是那般倔强，就那般亲密。我遇见一位奇女子，她与城中的闺秀不同，她不惧人言，立医馆于市井，救死扶伤。虽然偶尔有些大胆，但她让我懂得了，女子并非只能低头行走，亦可立业自强，不必困于庭户。这世间虽险，却也有同行者，如此，阿娘也就放心了。不知阿耶那边，你阿耶虽怒，却非不明之人。这体面的背后多是虚妄，他又怎会不知呢？阿耶阿娘教导你读书识礼，可不是为了让你跪着的。既已选择了路，那便大胆走。苏家永远是你坚实的归处。阿娘，萧家虽为商户，但亦需重名声体面。姨娘子此前的女科管已是惹人非议，如今又收留2名这样的女子，岂不更让外人指指点点？说得对呀。是。此事我亦为难。姨娘子往后毕竟是萧家的主母，难得有2位闺中密友，我自要成全她这份情谊。这姨女既要入我们萧家，那往来何人，自当由我萧家评判。对，此举甚为不妥，速速将此2人遣出府去。2位娘子孤苦无依的，若逐出门外，岂不让外人说萧家刻薄？大娘子糊涂呀！那苏毅乃是西市令之弃妇，而那林燕歌更是一娼妇，留此2人只会有损家族声誉，污了廷书一世清名。若人人皆以孤苦为由直留萧府，礼法规矩何在？况且如今还未成亲呢，岂能由他任性胡来？我看这政事啊，还需慎重考量。三房公所言极是，礼法自当遵从。可如今姨娘子卧病在床，云州又执意要护他们周全，我身为继母，实在不便强加干涉。此事体大，云州年少不知轻重，大娘子您还不知道吗？此事断不可再拖。若今日纵容，他日家宅不宁，祖宗基业何以守？萧家清誉不容玷污，速将此2人逐出府门，以正视听。既然各位都这么说，那莫不如我们清誉，若系于闭目塞听，不过只是虚名而已。2位娘子有伤在身，我若阻止，岂非与市井屠夫无异？流言蜚语已起，你让族中子弟如何自处啊？我可是听闻那苏氏德行有失，背弃夫家，败坏纲常，而那林燕歌
是那明月楼的名妓，更是一身的污秽之病。流言止于智者，行善不因人意而止。西市令以权谋私中饱私囊，如今已经被全城追捕。苏娘子李府，乃为明智，岂是弃妇悖论？林彦歌虽出身于明月楼，遭遇坎坷，然心性高洁，并无染疾之实，反为殷娘子之医馆增添了不少助力。二位娘子暂居府中，礼数自然符合规矩。你护短不过是为他们争名，人言可畏。日后成婚，若让人知晓萧家大娘子与这些女子为伍，岂不沦为笑柄？云州年少心善，各位长辈莫要太过苛责于他。笑柄与否，不在女子出身，而在男子胸襟。父亲教导过，立身以德，不必着浪，方能撑起这一门风骨。若叔伯和三房公是为名声而来，那这萧家的门楣便不必由我来守了。各位，失礼了。你可……我回了一趟苏府，和母亲说了和离之事。你终于想清楚了。我早该明白了，与其在一座金笼里枯萎，不如破风而行。这世上总有人走着不一样的路，是你们让我有了挣脱的勇气。苏姐姐，你其实一直是一团火，之前被风给灭了，如今这团火又重新燃烧起来了。对，说起来意外，母亲竟未责我，反倒支持。这世上哪有母亲想让自己女儿过得不好的，是吧，燕哥？燕哥，我和苏姐姐商量过了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脱籍的。她若肯放我，之前也不必这么大费周章了。那是因为之前我们不知道她与沈渊有所勾结，如今沈渊在堂，我们有他的把柄，未必不可一试。希望吧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和苏姐姐陪着你呢。我们如今还添了一员大将，那就是云州。说起来，听你一直喊云州，这是萧郎君的表字。其实我们二人自小便相识，只是那时两家是竞争关系，彼此防备，不让我们往来。可那时啊，他为了来寻我，时常从阴府的后院翻过来，但每一次他都跌倒在那道墙底下。我见他那样子太可怜，就给他挖了个狗洞。没想到稳重自持的萧郎君竟还有这样一面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两家都在争夺宫室蜜桃，全城匿名竞价。那时我阿爷不知道从哪儿获知了最低价，就竞争到了这桩生意。萧伯父便以为我是有意接近的云州。我不信你会做出这等事。明日4时，曲江池，我等你给我一个解释。小娘子，主母她早产了。你说什么？大娘子是因难产时用皂荚催生，导致的产褥热而亡。阿姨，快请别的医诊救救娘亲！我那时若是懂些医理，或许我的阿娘就不会走。一切都过去了，也别太责怪自己。你如今这般，伯母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但我终是没能去赴约。母亲尸骨未寒，我亦无心辩解，云州也未曾找过我。
你可知白日里因我二人暂住萧府，萧家众人上门责问，要将我和燕哥赶出府去。竟有这等事，为何不告知我？唉，那是因为你的云州郎君扛住了所有的责难，冷着脸一句句驳了回去。你搬进萧府已近半年，可曾想过等丧期一过，与萧郎君完婚？不敢想。我知云州待我如何，但我二人始终忘不掉父辈的恩怨。我现在啊，就只想好好的把我们的医馆发扬光大，帮我阿耶还债，找到我阿耶，和我阿耶一家团聚。各位娘子，今后女科馆将开设验伤道，由我和司医者诊断所有因家暴、毒药、香料所导致的非自然病症，皆可出具验伤凭证。这些凭证由我为大家封存。若有朝一日，娘子需对簿公堂，这便是有力的证据。往后若有娘子受了冤屈，不必隐忍，尽管来女科馆找我们。这一纸凭证，或许能为你争一口公道。这世道对女子苛责慎重，但我们绝对不可再轻贱了自己。同时，我们会依旧延续夜诊以及灵籍，无论贫富，希望我们可以为世间女子创出一方喘息之地。说得好，这人世间的疾苦，除了风寒和湿热，还有人心的幽暗处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把无声的伤痛变成有力的反击。我们不仅是医者，更是各位娘子的见证者。我要一个，我也要一个，给我拿一个，我也拿一个。谢谢，谢谢。夫人的身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不用再继续针灸，日后只需用药食同补之法调养即可。此前我听闻夫人有过小产，不知夫人如今是否还有意在孕育子嗣？殷大夫可有良方？除却药食同补之法，我还可为夫人调制馨香，多管齐下，调理得当，年内有望。只是需记大喜大用。那若殷娘子若能让尚书府添上子嗣，那往后这女科馆，贵女必是络绎不绝呀。不过此香需针对个人体质，夫人与尚书大人同寝共眠。只是怕尚书大人会受影响，所以我还需给尚书大人把脉，才能调制出契合您夫妻二人体质的香。甚好，那便拔。听内子说，你能让尚书府诞下嫡子？大人肾气健旺，生养气足，可见肺气宣畅，日后教养幼子也有足够的精力。老爷，甚好甚好啊！可依旧有心悸失眠、精神倦怠之时。没错。大人可知，思则气结，思虑过度先伤脾胃，脾伤日久，又耗伤心血，故心悸失眠、精神倦怠。想来大人必然是忧思过度，宜静心调养，忌怒忧。在其位谋其政啊，我是身不由己啊。大人忧虑之事，或可从长计议，亦或结志同道合之友，共谋良策。看来殷娘子
是深知我的内心忧患呐。看来不知不觉中，我成了殷娘子的棋子。儿不敢有欺瞒，志相为真，想为大人解忧，亦为真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儿名殷新月，家父殷世峰。来人，送客。潘羽一事牵连甚广，我阿爷直到现在都还是下落不明。殷家何尝不是深陷泥沼？大人只见一人就可知，而非是想行对大人不利之事，只想为我阿爷证明清白。此人是何人？萧廷书之子，萧景义。他父死于殷家之手，难道他会帮你吗？儿知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殷家，但真相往往藏于表象之外。儿已掌握一些线索，足以证明这些事情还有别的可能性。他现在何处？老爷，我身体有感不适，就先行退下了。好，夫人下去歇息吧。此护湿器与交由户部的一模一样，这上面的签押，你是否看过？儿见过，但上面的签押并非是我阿爷所签，上面的字迹，笔锋迟滞，墨色浮于纸面，显系模仿之迹，且印泥色泽鲜亮，一看便不是旧物。大家都知道，我阿爷早在半年之前便已经失踪了，怎会在数月之后签署此契？某也一直没有明白，但某的确见过殷世峰。何时何地？可有留下讯息？后来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至今未曾寻到下落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是以假死来推脱罪责，纸运输器是他在故弄玄虚，以此来制造被人陷害的假象？那只是他的推测。若我阿爷设计假死，那他为何不现身澄清？大人明鉴，若我阿爷要推脱罪责，那他何须留下如此破绽？想必是那模仿者急于立正，露出了马脚。你说见过我阿爷，只是形貌相似，却未必是我阿爷。若他还活着，他怎会留你独自一人在长安？若他死了，怎会至今都找不到尸骨？除非他想以假死来脱身。我不知道。沈园和苏尔曼的背后，必定还有一双眼睛在盯着，操纵着这盘棋局，至今还未露面。如果现在将两人抓捕的话，所有的线索都将会中断。某一直拿不定主意，所以特来请示大人，是否由我二人暗中继续调查，还是将两人抓捕，移交大理寺审理？你们可曾想过，这殷世峰在这护士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？此器虽然是假的，但若没了他，这护士一环中可是缺失了什么？运输。某清楚应该怎么做了。多谢大人解惑。这些证据我会上交大理寺，但是目前不能声张，因为牵扯面太广，要以静制动。请诺。大人可曾收到过萧伯父送来的求援信件？从未收到过。还有什么隐情吗？儿没有了，只是儿的痴心妄念罢了。哎，就是他开的那个女科馆，是给武姬看诊的那个医馆。对。还有，
那不是明月楼的头牌吗？哎呀，接待过多少男人了，怕是那医馆也干净不了啊。听说啊，还让那个歌姬参与经营呢。哎呀，什么专给娘子治病的医馆？我看怕是专治那些见不得人的病吧。说什么呢？有病就去治，没病别少嚼舌根。我们说的你听不懂什么意思吗？朝廷有律，贱籍不能自由赎身和参与经营，更何况是那明月楼的头牌。哎，半点朱唇万人尝。就是谁不知道啊？还开在咱们长乐坊，这不是给咱们招晦气吗？你我都各有要事，莫因这些闲言乱了心神。可惜这医馆只能治病，治不了你们这肮脏的心。哎，什么人呢？装什么清高？燕哥，你这是？苏姐姐，你说的对，我一开始就不该留在这儿。日后我不在，还望你保重，莫要让浊流伤及自身。女科馆若能存续，便是娘子们的福气。说走就走，可曾问过我的想法？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要一起挣脱这世俗的枷锁。他说，不想害了女科馆。若女科馆因为流言蜚语而倒下，岂不就成全了那一帮有意乱嚼舌根的嘴？难道你想让他们得意吗？这些传闻与你无关，无风不起浪。你在女科馆中待了许久，现在突然传出来这些，定是有心之人拿你的身份来做此文章。天下之大，哪里都有风雨，与挚友一起共度，风雨才不至于凉了人心。燕哥，女科馆需要你。还以为你真没了呢。是啊，没想到他还活着。培养了你这么多年，真是让我好生心疼了一番。你知道，你害我少赚了多。这世间又有谁会给你出头啊？住手！我给他出头。思君，你快走啊！快走！他们做事不计后果，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。你赶紧走啊！我不走，我若走了，谁来替你讨这公道？一个穷小子也敢坏我事，给我打！是。住手！又是碰我的！夏婷，夏婷，夏婷，你们住手！住手！住手啊！
在哪儿？看住他们，跟我走。四君，这是怎么了？所有人原地等候问讯，不得擅离现场。违者，以同罪相论。这明月楼可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，也不看看老娘背后是谁。大理寺奉旨办案，你倒是说说，你这背后之人到底是谁？正好一同查处。司将庭，燕哥，我给你送吧。大理寺，你们是来查沈园护氏一事的？护氏一案牵扯税银，西施令更涉及命案，自然移交大理寺处理。你替沈园和苏尔曼遮掩罪行一事，同罪相论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来人，将他带走。等，我愿供出我所知道的一切，能否匿名？只要保我性命，我什么都能交代。我还有证据，我这就去取。封锁前后门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什么声音啊？这是？追！雪芝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，红麻饼、鼓楼子，还有透花瓷，都热着呢。妈妈死了，我算不算间接为你报了仇？你在泉下有知，可以安息了，下辈子别再做武卿了，也不要遇到像我这样的姐妹。若有来生，希望你生在书香门第，庄下读书，院中赏花，平安终老。方才在门口捡到的。殷管家，这信上的内容是否属实？此信乃阿郎亲笔所书，信中内容皆为事实啊！我说是不信的。是萧郎君你们找上的我，郎君若是不信，我离开便是。站住！你细说说。此前，萧阿郎因水银丢失案而查到了护氏之事，他打算接近阿郎，借机探查殷家商队和萨罗商船往来账。我们两家虽有多年积怨，但彼此尚能守住良善。此次并非我情愿，实在是萧兄所查之事，实在牵扯太多。他这么想查护氏之事，那我们就帮帮他，带他去番禺，速将此信送去番禺。可谁料这一去竟是永别，
阿郎本欲在番禺设局，却突遇山匪，乱箭之下，尚对尽数覆灭。我们被山匪逼到悬崖边，无处可逃，我装死逃过一劫。阿郎，阿郎！哎呦，我这可怎么办呢？小娘子还等着您回去呢。那一日，我是唯一活下来的人。那他殷世芳为何要这么做？那苏尔曼不讲信用，此前几次运输货物，一直不予结款。那人力、物力、通行税、码头税各种费用，可都是钱呐。我们做生意的哪有那么多现钱在身边呀？几批货物均是阿郎垫付，竟欠下一屁股的债务。英雄啊，此前欠你的银两，我们萨罗商团还无偿还之力，还望英雄能再宽限宽限啊！宽限？我殷家3代经商，从未拖欠过1文税款。如今为你萨罗垫付的银钱，已逾10万两，码头、关税、人力，皆由我独担。你一句暂无力，便想推脱？英雄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放心，此次番禺地区的香料运输，非你英雄莫属。欠你的银两，只管在护市里头找补便是。此次护市交易的营收中，30%利给英雄，够填此前亏空。只要此次你将萧廷书带到番禺，他区区一个商人，本来这户部查账之事就不该插手。如果他识相，他自会闭嘴；若不识相，我也会让他闭嘴。那我阿爷为什么还要让我取阴心愿？萧阿郎之所以还能活着回到长安，全靠的是阿郎的舍命相救啊！那日阿郎本可以逃走，快，却又折返救你父亲，这3箭让他有机可逃。只是萧阿郎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本就是阿郎的计划，只不过将自己也折在其中。如果是这样，他为什么要回去救阿爷？因为小娘子。因为小娘子是他唯一的软肋，即便他回到了长安，亦是一身的负债呀。但他若救了萧阿郎，他便能以恩人之名，光明正大的将小娘子嫁入萧家，保全女儿终身呐。好，他算准了生死，算准了人心，连自己的命都敢搭进去，只为换取自己女儿的一世安稳。好一个惨妇！老君，阿奴，今日之事，不许向任何人透露半句。是。送客。给大娘子请安。殷娘子来了，坐吧。今日怎的不去医馆，想起来给我请安了？大娘子，您莫怪，这几日我这医馆繁忙得很，我这心里又时刻惦记着您的救急，还特意寻了一些古方，赶紧给您送来了。真是有孝心。云舟，你看看你未来的妻子，可比你对我上心多了。积年成科非是那1、2味药材可以除尽的，这种事情急不得。万一不慎伤及根本，这可麻烦得很。有些人啊，不懂医理，只凭一腔愚孝，这才导致了大娘子的病情被拖延。医道讲的就是对症下药，阴阳调和。我自是不会让药石伤了大娘子的身子。这方子啊，我已斟酌再三，皆是循序渐进、温和调理之品。
日你二人怎么了？怎能好似吃了火药，话里带刺？大娘子莫怪，大娘子，因如今这真假之争，最忌讳的就是急怒。我怎会因为这些和萧郎君在这儿起争执呢？昨夜下了大雨，我医馆的药材都被打湿了，就先行退下了。还盼大娘子早日安康，萧郎君也少些忧虑，萧府上下得一些安宁。那是自然。你二人可是吵架了？无妨。这丧期马上就过了，你们的婚事也马上就要提上日程了，你怎还如此小孩心性，与小娘子怄气？婚事自有父亲生前嘱咐，一切但凭大娘子做主。云州便也先行告退了。嗯。看来主母的计谋已初见成效，因娘子步步为营，言语间既显孝心，又暗藏锋芒，这分明是防着郎君。这郎君呀，亦不似前几日那般殷勤亲近，反倒生出几分疏离戒备。哼，这殷新月越是周全得体，越显得刻意经营。再说，我那个继子心思深沉，从不轻易表露喜恶。他今日这般冷淡，似乎并不是对殷希月失了心意，反倒是像在试探。主母是觉得他二人是故意在做戏，一个佯装贤淑，一个故作疏离，实则暗中联手试探您的反应。难道真如您所疑，他二人是否已察觉了蛛丝马迹？若他二人当真联手做戏，不可轻断。原本殷希月离府，萧景一听我的安排，娶了柳家的嫡女，便可相安无事。可他二人偏要查这查那儿，那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主母明智，谋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自是当断则断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之前主母让您挑拨他二人的关系，您做的一切，主母很不满意。这是阿爷的，我找遍了阿爷的遗物，没想到竟然在大娘子那儿。主母的意思是物归原主，还请郎君啊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郎君好自为之吧，这一切的受益者可是您呐。就是啊，这个什么女科官来历不明，既无官府批文，又无行医文书，分明是聚众行骗。前日我家婆娘来此抓药，府后上吐下泻，险些丧命。我家小女儿就是吃了他开的药，夜里高热不止，险些烧坏了脑子。这等庸医留着迟早害更多人，还开什么夜商档？谁知道他们开的凭证是真是假？怕不是在背地里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陷害各家郎君。二位，你们所言关乎人命，敢问是否还存留药方？交由官府，请他们彻查。你这小娘子，都说了人上吐下泻，躺在家中，你还有什么证据？难不成你还非要我将人抬来才能证明？就是，你这女科管在长乐坊，谁不知道？坏事频出。昨日我还看见有人捧着药包哭嚎，说吃了根本没用，反倒腹痛难忍。大人，我们不求别的，只盼官府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我们百姓一个公道。你的医术我们自然知晓，
但尚书大人为确保女科管符合律例，必须走个程序。来呀，核对药材药渣，清点一应用具，封存坊间，不得遗漏。若发现私换药材、篡改一案者，当场拘押。一切流程清晰，药材来源明晰，坊间无伪，药渣留存完整，监制合规。尔等所诉腹痛之症，或因个体疏异，非药之故，亦非医之失。女科管纠治过不少人，岂容轻毁？若皆以口舌定罪，医道何存？今日查其无误，望诸位慎言明察，切不可使人心蒙尘。且慢。为保方氏清净，应更仔细查清女科管之所行是否合法合规。官爷如此匆匆了事，莫非另有隐情？该查的都已查过了。听闻此前殷娘子频繁出入尚书府，莫不是与尚书府有所勾连，借医行私？大胆，竟敢当众诋毁朝廷命官，与医患轻狱，该当何罪？殷娘子行医济世，药方公开可查，何来勾连之说？若你执意挑衅律法，便随我去府衙辩明。官爷恕罪，我只是担忧，私人药方流行，又无官方审验，未经批准即行失治，何以以人命为儿戏？身为女人，亦恐良家妇女之名誉受损，还请官爷谨慎处置。女子名节关乎一生清白，官爷放心，女科管所用皆凭官册采买，每一批皆有印单可查。我们愿交出全部的采买文书和医案，请户部太医署共验真伪，一查到底，还医者清白，也还百姓安心。既然如此，就更应该查验女科管药物所用是否与医案不属实，又是否掺假，或者以次充好。好，好，好，查便查，横竖清者自清。来人，把刚才没查过、没搜过的，全部彻查一遍。是砒霜。砒霜？那不是毒药吗？砒霜可是剧毒，须经官府备案，私藏可是重罪。肃静！殷娘子，你可有什么话要说？这砒霜非属我管内，若是我管中的，根本不必藏于底层暗格，定是有人蓄意栽赃陷害我的。这么说，你可有证据？没有。来人，将女科管查封，相关人员一并带往府衙候审。官爷，此事不仅是商户信息不明这么简单，已经牵扯到私藏剧毒，是否应移交京兆府审理呀？带走，押往京兆府。官爷，这女科管乃我个人经营，与旁人无关，要押就押我。郎君，医馆之事恐有蹊跷，是否要奴去查明真相？不必了。娘子如今被关在京兆府大牢，是否去打点一二？我说了，不必了。殷娘子是无辜的，殷世峰之事或许其中另有隐情。阿农。是，郎君自有决断，是奴多嘴了。殷新月私藏禁止物品，证据确凿，因暂无人员伤亡，一律杖刑80，没收药物，吊销个人市籍，永不许执业。行刑。我问心无愧，天地可见。若有一日此事查明真相，我乃清白之人。不知你们京兆府该如何自处？
娘子若能活着出去，好好做人，莫走你父亲的老路。你知道我父亲怎么了？犯人既死不悔改，就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心月，你快醒醒啊！麻烦牢头将这牢门打开。能让你们探视，一视同仁。他怎么变成这样？你们对他做了什么？不过是30大板便晕了过去，等他好了，还有50大板呢。一个娘子，80丈，你们要他的命吗？劳烦阿修再通融通融，不够的话，我明天再差人过来。记得明天来的时候，带够了银钱，探视完了赶紧滚蛋，莫要连累旁人。心月，我们来了，你快醒醒！心月，醒醒！你们来啦！我给你带了一些吃的，都是滋补养生的，你一定要撑过去，我们定会查明真相的。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尽早出来。多谢死了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父亲也被关在这京兆府，可有去探视过他？半月前，他已被放回了家，我恐他又惹出是非，也让人遣他回了老家。心月，怎么了？苏姐姐，你何时与我说话这般扭捏啦？今日你被关入京兆府后，我便立即去找萧郎君帮忙。可那厮不知怎么，竟说你的事与他无关，还将我2人赶出了府。各自清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再说了，我和他本就非亲非故，为何要将他牵连其中啊？可要不是他，你怎么会受这般苦楚？哎，你真的好痛啊！这张醒，我有点累了，你们快点回去吧。去吧。